当你开始了低碳饮食或生酮饮食一段时间，你往往会发现自己的胆固醇水平突然飙升，甚至高得让你感到担忧。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别慌，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将为你揭示一些关键的信息，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胆固醇的真正意义，并通过实际案例来为你解读这些数字背后的含义和健康风险。欢迎回到雅说健康，我是小雅，您的健康虚拟主播。让我们进入正题。首先，我们得从2018年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的新指南说起，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发现，甚至有点颠覆传统观念。他们发现总胆固醇与心脏病之间其实并没有显著的关联，也就是说，单看总胆固醇并不能有效地预测你是否会得心血管疾病，这是你需要牢记的第一个要点。实际上，《自然》杂志也刊登了关于总胆固醇与死亡率关联性的文章，也进一步地证实了这个颠覆性的现象。这个重要且有趣的话题，我们留到以后的视频继续展开。第二个要点是，你的身体大约有 75% 的胆固醇是自己制造的，只有 25% 来自于饮食。那么为什么身体会这么努力地制造胆固醇呢？胆固醇的功能非常广泛，它帮助我们合成激素，尤其是性激素，还构成了细胞膜。此外，它也是消化脂肪的胆汁成分之一，更别提维生素 D 的合成也离不开它。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人服用它听类药物来抑制胆固醇时，常常会出现各种副作用，因为这些药物干扰了胆固醇的多种重要功能。不过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些副作用，我们先回到胆固醇的话题上。接着我想分享一个案例，我们来看一份血脂检测报告。这个报告的主人叫 Catherine， 是一名体型瘦削的低碳饮食实践者。他检测了一般的血脂项目，如总胆固醇、低密度脂蛋白 LDL、高密度脂蛋白 HDL 和甘油三酯以及一些其他的指标。这里我想强调一点，如果你去检测胆固醇，最好做一个更深入的脂质分析，以更深入了解各种脂蛋白的颗粒大小及数量，这对判断健康风险是非常有帮助的。让我们先看看这份报告的结果。它的总胆固醇是279毫克每分升。根据一般标准，总胆固醇应该低于200毫克每分升。表面上看，这个数值确实偏高，可能让人觉得有点惊讶甚至紧张。不过你要知道，所谓的总胆固醇并不是单纯游离在血液中的胆固醇，它实际上是被包装在蛋白质中的脂质总和。换句话说，胆固醇必须依靠蛋白质的运输工具，像低密度脂蛋白 LDL 和高密度脂蛋白 HDL 在血液中游走。再来看看它的 LDL 值，也就是坏胆固醇。它的 LDL 数值是191毫克每分升，而理想范围应该低于100毫克每分升，确实高出了许多。但再看 HDL， 它的 HDL 数值是77毫克每分升，标准是大于50毫克每分升，所以 HDL 的情况是相当好的。毕竟 HDL 的作用就是把多余的胆固醇从身体细胞带回肝脏处理。还有一个好消息是，它的甘油三酯水平为56毫克每分升，远低于100毫克每分升，属于非常健康的范围。最重要的是 Catherine 还做了更深入的 LDL 分型分析。我们通常会将 LDL 分为两类，一类是较大的浮力型的 LDL， 它较为蓬松，另一类是小而致密的 LDL。 研究发现，真正对健康有害的其实是小而致密型 LDL， 因为它更容易渗透动脉壁，导致动脉粥样硬化。至于大而蓬松的 LDL， 通常在执行完运输任务后，最终会被肝脏通过 LDL 受体回收。同时，大而蓬松的 LDL 颗粒较少受到氧化的影响，不容易引起动脉炎症或斑块的形成。它们通常不会深入动脉壁，因此风险相对小得多。它的报告显示，小而致密型的 LDL 即 SD-LDLC 的数值为15毫克每分升，这在理想范围内的最优水平。尽管它的 LDL 总量偏高，但值得庆幸的是，它的致密型 LDL 非常低，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它是预测心脏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，也是检测动脉内部炎症的最佳指标之一。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动脉的内部结构。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象地说明这个情况。想象你有一个不粘锅，平常你在上面煎东西，放上一些油脂，它不会粘连。然而如果你擦掉或划伤了那层保护层，油脂就会开始粘附在锅上。
在动脉中，胆固醇不会直接影响内壁，除非已经发生了某种损伤或侵蚀，使得小而致密型 LDL 可以穿透并开始在动脉内部形成斑块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 Catherine 的 LDL 和胆固醇数值这么高，而大多是属于浮力型而不是致密型呢？这其实和她长期坚持低碳饮食和运动有关。低碳水的摄入加上运动，容易让人进入酮症状态，身体会开始燃烧脂肪，而脂肪细胞主要是由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组成的。当这些脂肪被分解时，胆固醇自然会被释放到血液中，并加以利用。因此，胆固醇水平的波动是正常现象。只要你继续控制碳水化合物摄入，身体制造的胆固醇大多会是大而蓬松的浮力型胆固醇，而这种类型的胆固醇对心血管健康影响较小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进行胆固醇检测时，最好能做个更深入的高级脂质分析，尤其对于那些总胆固醇超标的人士，因为普通的胆固醇测试难以反映真正有用的信息，你必须透过更深层的检测来了解你真实的健康状况和风险。另外，关于动脉炎症，除了葡萄糖外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会引发炎症。大家可能已经知道，像玉米油、菜籽油、大豆油这些种子油，它们非常容易引发炎症。而现代人的饮食中，你以为健康的沙拉酱和蛋黄酱，还有油炸食品，甚至很多餐厅里的食物都含有这些油。还有像吸烟、垃圾食品等，也会增加炎症风险。如果你饮食中缺乏维生素 E， 动脉的炎症风险也会上升，尤其是当你摄入了大量的精致面粉制品，比如面包、面条、饼干等，身体为了消化它们，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E， 而维生素 E 恰恰是保护动脉内壁的重要抗氧化剂。顺便说一句，如果你发现自己有动脉内壁问题，你需要的是一种特殊的维生素 E， 叫做生育三烯酚 tocotrienol， 这个成分是最能有效保护动脉内层的维生素。为了让你更好的理解，我给你一个直观的视觉画面，想象一下动脉的内部有一层非常薄的内皮细胞层，这个细胞层控制着血管的紧张度，可以调节血压的升高或降低，还能使动脉壁变得厚实或者弹性更好。但它对糖尤其敏感，特别是长期处于高血糖水平时。当一个普通人每天摄入250到350克的各种糖和碳水化合物，这几乎是人体正常需求的13到15倍，长期下去，动脉内壁会因为氧化反应而生锈。接下来，身体会试图修复这些损伤，导致局部发炎，钙和胆固醇会逐渐堆积，形成类似创可贴的东西。这种斑块会让血流不畅，组织的氧气和营养供应减少。如果这些斑块堵住了攻向心脏的动脉，可能会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脏病发作。如果斑块破裂，形成的血栓进入大脑，可能会引发中风。不过，以上这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减少糖的摄入来有效预防。总结来说，了解胆固醇和 LDL 并不仅仅是看表面数据，你需要深入分析，尤其是关注那些真正有害的小而致密型 LDL。接下来的视频，我想和大家谈谈更多关于甘油三酯，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，能透视许多健康情况。如果您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将持续为您更新更多实用的健康资讯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